朋友们，大家好！前几天看到吴师傅从网上买了一块功能又多又好玩的腕表，我呢看到之后没有忍住手痒痒，然后呢我也花了438块钱买回来一块。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品牌是中意电测，这个型号是一个 ZT5566S， 它是一个升级版本，它以前的老版本是5566。现在呢我们把它拆开看一下它的庐山真面目。这是一个使用说明书，然后这是表笔，这就是主机了。我们把它拆出来，包装还是挺不错的。这是一个台式机腕表，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外观设计还是相当不错的。然后在它这个背面是有一个 power 键，这是开机键，我们给它开机来看一下。开机之后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上面是有2个屏幕的，这个大屏幕呢就是腕表的测量屏幕，然后旁边这个小屏幕我们来看一下，这儿它是功能比较多，它是可以检测室内温度，然后这个电量窗口有多少电一目了然，然后这儿是时间，这儿还有个蓝牙的标志，它是可以通过蓝牙来连接手机的，在手机上就可以显示出腕表测量它的实时监控情况。这款腕表它的功能是非常强大的，像普通的腕表它的所有功能它都是具备的，普通腕表没有的功能它也是有的。然后我们看一下包装上面这个标注它不仅可以支持电压、电流、电容、风鸣档、欧姆档，是吧？像这些都是普通腕表必备的。然后呢，像下边这几项普通腕表都没有了。我们看一下，它可以支持音乐，是吧？可以放音乐，因为这是一个蓝牙音响式数字腕表。我们在维修的时候可以一边听音乐一边维修，实际上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儿是可以设置闹钟的，它也是带这个数字时间的。然后呢，我们看它也是支持温度的，室内的温度都是可以检测到的，支持蓝牙，看到没有？然后它的显示是个4维半的，这儿也有显示，是吧？腕表当我们在不使用的时候，它就会出现在一个待机的模式。待机模式我们看一下，大屏幕显示的就是当前的时间，小屏幕显示的是室内的温度，然后这儿显示它的电量。我们随便按任意一个键就可以把它给唤醒，现在就唤醒了，是吧？然后我们再看这儿还有个标志，它是可以带语音说话的。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腕表后面这几个按钮，这个按钮它是可以调节温度的它的显示单位，然后上下这2个按钮我们看它也是可以调节这个屏灯它的亮度的。我们点开看一下，现在你看变暗了，是吧？可以把它调到最亮，现在就亮了。然后呢，我们再看这后边，这个就是可以设置闹钟的按键。在它的背面这儿还有个小孔，这儿写个5伏2安，它是一个可以充电的腕表。这条线就是内部带的充电线，没电的时候我们可以给它充电，也可以一边充电一边可以使用，都是完全没问题的。然后这儿是一个电池盒，它内部采用的是2块18650锂电池，它的容量还是比较大的，都是2000毫安的。我们把它拆开来看一下，2000毫安18650锂电池，这个电池是非常耐用的，然后它的待机时间也比较长，它不像普通的腕表都是用这种一次性的电池，这种电池是非常不耐用的，需要经常更换，也比较麻烦。这个就比较方便了，没有电的情况下可以给它充电。使用腕表的时候它也是可以支持蓝牙 APP 的，我们在手机上下载一个电扭这个软件，只要把它给打开，然后呢手机也打开蓝牙。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软件的界面，有4个蓝牙，它就有4个窗口，它可以同时支持4台这样的腕表。我们把它给点开，点开之后呢，它就可以实时的显示腕表它的数据，监测出来的这些电压这些数据我们实际上也可以保存到手机上面的，我们可以自己命个名字然后保存起来就可以了。在我们维修的时候可以检测这个电路板或者这个电器它这个电压的一些上下的波动，实际上这个功能确实很不错的。现在呢我们就用这个腕表来测量一些东西，来看一下它的情况。然后呢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腕表它这个表笔，这外观还是比较粗的。表笔呢我们可以看一下它这个插头和普通的腕表插头是不一样的，这个黑色的这个插头外观它是一个金属的，然后还有这个表笔，我们来看一下黑色的这个表笔上面是带个按键的，它这个功能实际上也非常的不错，
等会儿我们测量的时候，我给大家说一下它这个使用情况。然后这个测量的时候，这个保护这个我们不用的情况下，可以把表笔这个保护套给它拽掉。然后呢，我们把这个表笔给它插在无腕表上面。现在我们测量个直流电压，这个档位呢，我们看这一个按键它可以切换2个档位。现在就是 DC 就是可以直流，然后再点是交流。我们测量个直流。现在这个直流电是 5.116 伏。然后呢，我们再看一下这个表笔上面的按钮，我们给它按一下。直流电压5.117伏，它是可以语音播报的。然后这个声音小的情况下，也可以加大声音。我们看看这个红色的旋钮，正时旋转，它是可以加大音量的。加大以后，我们再试一下。直流电压5.117伏，这个声音就比较大了，是吧？无腕表它的音质是相当不错的。然后我们再看一下这个显示的这个数字值和手机上显示的画面是一模一样的。然后呢，我们再测量一下电容，在这儿选择电容档。10.73， 10.71微法，10.71，这个是个10微法电容。我们再用无腕表的欧姆档来测量一个4环电阻。我这一个是22欧的，22.13欧，现在是22.005，这个还是比较精确的。4环电阻它本身是有个误差的，有一些是1%，有一些是5%，这属于一个很正常的情况。无腕表的精确度还是挺不错的。无腕表上面这些按钮啊，都是多功能的。看这些都是一个按键2个功能，这个也是一样，这个也是一样，包括这个也是好几个功能。我们先看一下这个档位，这个是个2极管档和分明的档。我们点一下之后，显示这个符号它就是分明的档，是吧？然后呢，我们再点一下，这儿就变成2极管档了，这是测量2极管使用。设计还是比较人性化的。当我们修东西的时候，特别枯燥无味的时候啊，也可以来听听音乐，来解一下这个放松的心情，是吧？我们可以放个歌曲啊，因为它也是个蓝牙音响，是不是？我们打开一个放歌曲的软件。